性格决定命运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les，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相遇。这是我的新年运势三部曲的第3部。今天我会用塔罗牌占卜来帮助大家看看你们龙年的财运会怎么样，并提出建议。在视频开始前，我需要声明一下，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因此大家只需要听取与自己情况相对应的部分即可。如果想要更精确的解读，我还是建议大家要1对1占卜。我这次为大家提供了12个选择，且这12个来自《红楼梦》的人分别代表着12种人物类型与性格特点，因此与我的主题性格决定命运吗相呼应。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将大家的潜意识引导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以提高大家大众占卜的准确性。熟悉《红楼梦》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对人物的喜好，或者认为自己与人物的相似性，或是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可以变得像某一个人物来做决定。不熟悉《红楼梦》的朋友也完全不必担心，你可以凭借面相和第一直觉来做选择。我发现我前面2期视频忘记提到 MBTI 性格类型了，所以这一期我会重新加进去。不了解什么是 MBTI 的朋友不必担心，我有时间的话也打算做一期视频专门介绍 MBTI， 敬请大家期待哦。在影片开始前，请大家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多按赞，多分享哦。好了，现在我们一起借由塔罗牌进入这场心灵之旅吧。欢迎第一组选择林黛玉的朋友们。这组朋友我觉得 INFP、INFJ、ENFP 和 ENFJ 的朋友可能会居多。首先，你们在财务上抽到的第一张牌是恋人正位，这张牌通常代表着重要的合作和选择，所以你们今年在龙年可能会面临一些重要的财务决策，然后这些决策很有可能就是涉及伙伴关系或合作项目。教皇牌逆位在财务上通常表示传统方法的挑战或对权威的质疑，这可能暗示你们今年会需要对你们的财务专家，特别是你们在网上刷到的一些所谓的专家或顾问，来提出一些质疑，然后来重新评估你是不是应该信任他们。也有少部分的人可能是因为今年实在是财产非常多需要去管理，所以会对一些比较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或建议感到不满。不过这个应该是比较小一部分的同学，我觉得。然后钱币8逆位在财务上通常表现出就是努力的停滞或缺乏进展。对于你们来说的话，这应该是说你们在龙年财务上呢会缺乏有效的财务规划，然后你们今年做的一些投资和项目，它的回报是相对滞后的，就是不一定今年就会看到成果。所以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你们今年会呈现出一种需要做出重要决策和重新评估的一种境况。恋人正位暗示了合作和重要选择的机会，而教皇逆位和钱币8逆位则表现出你们会对传统财务方法提出一些质疑，就像我刚刚说的，不过只是面对特别小的一部分人。大部分人的话，我这里是要提醒说，你们今年在财务上可能会需要保守一些，然后呢，就是暗示龙年可能会遇到一些营销号引诱你们去投资啊之类的，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在财务上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和调整你们的财务策略，以克服挑战并实现财务上的稳定和进步。
好了，就是这样，祝福你们。欢迎第二组选择薛宝钗的朋友们，我觉得这组很多人应该是 ESTJ、ESFJ、ISTJ 和 ISFJ， 如果有说中的朋友可以留言哦。在财务上，恶魔牌正位通常象征着物质主义、束缚或不良的习惯。对于选择薛宝钗的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你们在龙年虽然财运总体是很不错的，但因为一些不良的思维方式或行为习惯，导致你们财富没有增长很多。比如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天天要点外卖，或者一看到打折就忍不住要买，所以你老觉得自己其实很省了，但是到头来又没有把钱存下来。然后这与圣杯一逆位感觉是相对应的。圣杯一逆位在财务上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感情上的不满或失望，所以就是说你们可能会感觉缺乏成就感，或者没有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然后钱币四逆位也是暗示说你们可能会需要在今年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做投资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来说。然后也可能会暗示说你们今年会需要去采取比较保守一些的财务策略，以免呢就是会蒙受一些损失。然后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你们今年有财运，但是会容易擦肩而过，或者因为自己的原因存不住钱，所以你们可能真的会需要去重新评估和调整你们的财务习惯和策略，以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说你们财运好，但是难抓住，所以会需要做一些改变来真正抓住这些隐形的财富之类的。然后呢，你们还会需要去找一个更健康和更让自己能得到满足的一种就是生活态度吧。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有更多的钱就能有更多的快乐之类的，不一定的。所以你们可能要去重新审视一下这方面。然后就是这样啦，我觉得你们这组人真的有很多人能够成为理性的薛宝钗，就是能在现实生活中像薛宝钗一样，就是非常有学识，然后呢非常理性。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加油哦，祝福你们。欢迎第三组选择贾元春的朋友，感觉这组大概率应该是 ENTP、ENTJ、INTJ 和 INTP 的朋友。如果有说中的话，请留言一下哦。在财务上，宝剑三逆位通常象征着过去的痛苦或失望正在渐渐消退，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说你们今年会逐渐从以前的财务失望中慢慢恢复过来，然后呢一步一步克服过去的挑战。但是宝剑八逆位提醒你们，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改变命运的。就是说你们今年是有财运的，但是呢不可以坐以待毙，你们需要有更多的努力和智慧才能克服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困难，然后呢最终才能将好的财运转换成真正的财富增长。不然的话，你们今年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收拾以前烂摊子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最后如果你想要达到圣杯皇后正位的状态，注意哦，是皇后，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非常满意，而且是财务非常稳定的一种状态的话，你们真的会需要去善用自己的智慧，然后呢要去努力把之前的事情都做完，然后呢今年才能去抓住今年的财运，去做一些今年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总结起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真的有沾到元春贵妃的福气，今年总体其实是不错的。不过毕竟呢，我们不是真正的贵妃，除非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很有钱，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呢，就是像我一样是普通人，我们不是真正的贵妃，所以我们会需要去面对一些挑战。
然后呢，我要祝福你们的点就是，你们在挑战过后，未来的财务状况是非常值得可期的，就是明年后年，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所以今年千万不要灰心，要保持情绪稳定和理智。然后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这里12组中有很多组都显示今年在财务上要保守，所以可能龙年有很多营销号或者什么所谓的专家会引导大家去做投资，所以请大家在财务上一定要做出明智的选择。OK， 祝福你们哦。欢迎第4组选择甲碳醇的朋友，这一组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是 ESTP、ESFP、ISTP 和 ISFP。如果有说中的朋友可以留言一下哦。在财务上，权杖1逆位呢，一般表现出来的是新的开始的延迟，或者遇到一些创新上面的挑战。我觉得这里暗示说你们应该会遇到一些启动新项目，或者说启动新的财务计划的困难，然后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策略来去解决这些困难。宝剑3正位呢，则是说你们可能在财务上会有一些失望，然后呢，建议你们就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去面对这些失望，因为这些只是你自己的情绪，不是说外界真的说情况有多差，而是可能是说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会感到失望。然后圣杯国王正位的话，则是表现出你们在情绪管理和财富管理的智慧，在年终的时候应该都是会有很大的提升的，就是说这会对你们以后的稳定和改善你们以后的财务状况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龙年可能有点平淡，但是接下来马年啊、羊年啊之类的，就是你们敬请期待。然后总结一下，就是选择甲碳醇的朋友呢，今年应该是一个混合的经历，你们可能会面临一些心理和财务上的挑战，然后呢，想要启动一些新项目的话，也可能会就是被延迟啊之类的。不过呢，我相信你们这组人就是像甲碳醇，也就是最后那张圣杯国王暗示的那样，你们最终是可以就是用自己的情感上的成熟度以及自己内在的智慧去解决这些困难的。然后我也想就是像我就是重复一下，未来可期，真的相信我，你们接下来今年的平淡期或者说磨难过去之后，接下来真的你们就期待着吧。 OK， 祝福你们。欢迎第5组选择妙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中大多数应该是 INTJ、INTP、ENTJ 和 ENTP。 如果有说对的朋友请留言一下哦。在财务上，宝剑国王正位通常代表的就是理智、权威和决策能力，这意味着你们今年在龙年会展现出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明智和果断，可能是对财务管理采取了更加理性和策略性的方法。我觉得这些都是生财有道的好方法，所以你们今年还挺厉害，就是会不错的。我觉得圣杯6正位呢，则是表现出财务上通常象征着和谐、分享和美好的记忆。这个我觉得大概率暗示是说，你们今年不管是工作跟人合作，还是自己有做投资，或者说自己有项目的，遇到的合伙人或者是同事之类的都还蛮不错的，就是在财务上的合作是比较和谐的。你们情感上或者说人际上怎么样，这边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在财务上你们是和气生财的。所以呢，你们今年在年底的时候，或者说年终的时候，是会感到财务上的一种满足的。不过权杖2也是提醒你们，就是说你们果断的一些特质是好的，但是今年的话，你们可能会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和信息再做出决定。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就是
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就是会很快的做一个决定，然后也都成功了。这边显示今年这种模式可能会无法延续，我觉得这应该是说你们今年遇到的第三方或者说需要合作的人变多了，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你会需要跟别人做一个好的沟通。然后刚刚的关键词也是和气生财，如果你的团队就是大家都在跟你吵，或者说你跟大家关系处理不好，其实会很严重影响到你今年的财运，所以记住哦，和气生财 OK。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你们今年财务和财运总体就是体现一种平稳的感觉，不太会因为做错了一个决定就蒙受什么损失啊之类的，所以就还挺好的。然后我也感觉到你们这组人中大多数还挺知足常乐，懂得感恩和珍惜的，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然后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今天12组中有很多组都显示在财务上要保守，所以我觉得龙年有可能有很多营销号或者所谓的那种专家会引诱大家去做投资啊之类的，请大家一定要在财务上做出明智的选择。然后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保持你们这样良好的金钱观哦，加油！欢迎第6组选择英雄史湘云的朋友们，我真的很喜欢史湘云这个角色。然后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 ESFP、ISFP、ENFP 和 INFP， 有被说中的朋友可以留言一下哦。在财务上，你们的圣杯6正位通常象征着和谐、分享和回忆，所以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今年你们会体验到一种跟别人在财务合作上的一种愉快和顺利。然后呢，也有可能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在过去做了一些财务上的决定，比如说果断的一些投资计划或者一些项目计划，今年终于给你们带来了比较满意的成果。这一点同样从圣杯4正位这张牌上也是反映出来的，就是你们今年好像对财务这种还是蛮满意的，然后蛮开心的。不过呢，教皇牌正位的话，我觉得暗示是说大家在龙年可能会需要采取更加审慎和传统的方法来管理你们的财务。然后有能力或者说一些财产真的比较多的朋友的话，今年可能会需要寻求专业的建议或遵守已经证明有效的财务策略，才能保证大家今年在财务上有超出自己预期的增长，或者超出自己预期的安全感。总结起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们今年在财运上是一种和谐、满足和稳定的情况，非常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已经实现了一些目标，或者一些项目开始运营之类的。不过我还是想强调的就是教皇正位暗示了是说你们今年适宜采取比较传统的方式来管理财务。然后我这里也想特别提到一下，就是这里12组中有很多组都显示在财务上要保守，所以可能龙年很有可能很多营销号啊，一些所谓的专家就是可能会出来引导大家投资什么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财务上做出明智的选择。最后感觉你们这一组跟上一组选妙玉的人蛮像的，你们也挺知足常乐，懂得感恩和珍惜的，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就是你们今年的财运其实比其他剩下的人都好一些，所以你们会比他们更快乐一些。总之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金钱观哦，加油，也祝福你们。欢迎第7组选择甲寅春的人，你们中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是 ISTJ、ISFJ、ESTJ 和 ESFJ， 有被说中的朋友可以留言一下哦。在财务上，
钱币一逆位通常代表的是新的财务机遇的延迟或阻碍，这可能意味着你们今年在龙年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是说启动新财务项目或投资的一些初步的挑战，你们就是会需要更多的耐心、策略还有智慧去就是说解决这些问题或者克服这些挑战。钱币侍者逆位呢，通常表示是说你们在做财务决策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成熟或者说不稳定的，然后你们今年如果想要让自己赚更多钱或者说积累更多财富，你们会需要去学习和积累更多的经验和知识，这样保证以后你们可以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就是对长期发展来讲是很有好处的。不过呢，最后的这张钱币10正位代表的就是一种完全的满足，然后我觉得大概率反映出是说你们这组中大部分人今年会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财务里程碑，不一定是真的赚了很多钱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就是会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这样子，这个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激励和满足感，还有对未来的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总的来说，你们这组人在今天12组牌中应该是能排到前3的，就是财运方面。只是可惜，我觉得就是我感应到只有很少的人选择了你们这组。不过呢，也挺符合逻辑的，因为如果大家财运都很好，那这个世界就没有穷人了。恭喜你们哦！不过我还是想要特别提到一下，今天12组中有很多组都显示在财务上要保守，所以可能龙年有比较多的营销号或者所谓的专家会引诱大家投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财务上做出明智的选择，尤其是你们还抽到了钱币侍者逆位，就是你们还不太成熟，或者说在投资方面没有特别多经验，所以一定要多加小心，谨防投资诈骗之类的。OK， 就是这样，祝福你们哦。欢迎第8组选择甲烯春的朋友们，你们这一组中，我觉得 ISTJ、ISFJ、ESTJ 和 ESFJ 的人应该会居多，如果有被说中的话，可以留言一下哦。在财务上，教皇牌正位通常象征着智慧、指导和传统的价值观，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如果你们想要在龙年有好的财富增长，你们可能会需要遵循一些比较传统，然后是经过经验验证的方法来管理你们的财务，或者是去做投资、做项目之类的。对于小部分财产真的是比较多的人来说的话，你们今年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强烈建议你们要去找专业的人士做一些分析，然后呢再去做决定。然后下面的宝剑2也是暗示说你们今年会面临一些财务决策方面的挑战，需要权衡各种不同的选项和可能性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钱币4正位呢，则表示说你们今年总体而言财务状况你们是会感觉比较满意，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安全感的，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吧。我觉得你们总结来看的话，你们这个财运在12个选项中是算中上的，我觉得龙年总体呈现出一种稳健然后平衡的感觉。不过我想特别提到一下，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12组中有很多组都显示在财务上要比较保守一些，所以可能我觉得龙年会有很多营销号会去引诱大家投资之类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财务上做出明智的选择，尤其是你们其实还抽到了就是钱币4正位，这张牌其实就是也有暗示是说你们会需要稍微就是保守一些，
这样子的话才能就是有更多的安全感，或者说是去做让你有安全感的行为。你自己都觉得太冒险的话，我觉得今年是不适合去做的。所以那就是这样了，祝福你们哦。欢迎选择第9组王熙凤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一组可能 ENTJ、ESTJ、INTJ 和 ISTJ 的朋友可能会居多。如果有被说中的朋友可以留言一下哦。在财务上，宝剑2通常代表着决策的需要和平衡的考虑，这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是暗示你们龙年会面临一些比较重要的财务决策，然后呢会需要比较仔细的考虑和权衡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权杖皇后逆位呢，则是说你们今年好像会没有那么多赚钱的动力，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在去年受到了一些挫折，所以导致今年好像都没有缓过来，然后呢可能会需要找一些新的方法才能激发你们就是去创造财富的那种热情还有创造力。然后权杖侍者逆位的话，我觉得也有表示是说一些财务上消息的延迟，或者说投资回报的延迟，就是说你们今年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决定，比如说启动一个新项目或者是投资什么的，我觉得大概率会需要等到明年或者说后半年才能看到就是说很好的结果。然后也是提醒你们就是要注意新闻的及时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能感觉到有些朋友就是有可能会比如说今年拿着3个月前或者说半年前的信息在那里做决定什么的，就是请你们注意一下，资本市场那个真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方，所以如果想要跟上市场的脚步，你就必须要注意新闻的及时性。如果你觉得你不能跟上市场的脚步，或者你觉得很吃力的话，这边是建议不要去做一些让你失去安全感的投资。一些小的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觉得会损害到你内心的安全感，那我觉得是不建议的，因为今年好像没有说财运特别好这样子。总的来说的话，虽然王熙凤在《红楼梦》里面是一个理财大师，我觉得你们其实也不差，但是因为你们龙年在财务和就是财运上就是比较欠佳一点点啦，也不是说不好，就欠佳一点，就是会有延迟，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是会需要稍微注意一点，然后呢不要灰心。然后我想特别提到一下，就是这边12组中有很多组都提示到今年财务要保守一些，所以我怀疑要么今年形势一般，要么是龙年有很多营销号会引导大家去投资什么的，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你还抽到了权杖侍者逆位，就是说明就是说你们其实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就是你懂得没有那么深谙资本市场的规律之类的，所以大家就是要谨慎一点。 OK， 加油，然后祝福你们。欢迎第10组选择乔姐的人，我觉得应该没有很多人会选择乔姐，因为我没有感受到很多的连结。总之呢，这边大多数的朋友应该是 INFP、ENFP、ISFP 和 ESFP。 在财务上的话，你们抽到了命运之轮逆位，这个说明你们今年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期，然后在财务上的话就是会遇到一些挑战，然后你们会需要去适应这种挑战，因为是处于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圣杯皇后逆位的话，可能表达是说你们今年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不是太满意，但是我这边没有看到说财运不好之类的，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你们自身缺乏安全感，或者说你们自己对财务方面有比较高的要求这样子。但是呢，你们因为像我之前说的，今年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要稍微去适应一下。你们最后一张是钱币1正位，这个通常表示的是新的开始，所以就像我说的，你们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今年真的就是
会有很多的那种变化，就是会比较难一下子理清在一开始的时候。但总体来讲，你今年会有一些就是新的投资机会，或者说一些好的项目这样子。不过大概率呢，我觉得今年你可能不会说赚到特别多钱，你可能要等到明年或者说后年，等你稳定下来了，才可能会说真的看到有很多财富增长之类的。所以总之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抽到了钱币一正位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就是你本身处于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所以其实压制了你的财运。所以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先处理好其他的事情，你今年先不要太在意钱的事情，因为攘外必先安内嘛，要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了，就是身边就是都安静下来了，或者说稳定下来了，你才有动力，或者说才能够足够专心去赚钱，好吗？ OK， 那就祝你们成功，然后我们下次再见，祝福你们。欢迎第11组选择理完的朋友们，我觉得这组人好像很多是 ISFJ、ESFJ、ISTJ 和 ESTJ， 其实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李纨这个角色在《红楼梦》中读过的人都懂，我就觉得跟以上的性格好像没有特别匹配，不过可能就是大家追求李纨的这种有一点点佛性的这种人生吧。总之言归正传，在财务上的话，教皇牌正位通常代表着智慧、引导和传统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建议你们今年要采取比较审慎和传统的方式来管理你们的财务。对于小部分有能力的人，或者说资产比较多的朋友，我建议说今年要寻求专业的财务管理建议，不要擅自做一些投资方面的一些决定，因为下一张圣杯七逆位在财务上通常表示决策上的混乱，或者说选择的困难，就是说你们今年财运其实是旺的，但是打个比方，就是一个人有很多烂桃花，我们也会说这个人桃花很旺，是不是？你们今年就有一点这样的情况，你们今年财运真的蛮旺的，但是有很多是不好的，所以真的要注意去甄别。权杖9的正位也提醒你们，今年会需要提高一下你们就是抗风险能力。我觉得不一定是说今年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假设今年和明年的天气都特别晴朗干燥，那么对于专门做雨伞的人来说，那可能就是要提高一下他们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因为接下来就是没有那么景气，这样子市场没有那么景气。我觉得对于你们好像也是这样，你们处于的一个赛道或者一个行业可能未来没有说那么好，或者说那么景气，所以你们最好是趁今年或者说趁现在要开始攒钱，然后呢提高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不过总体因为你财运好，所以不需要太担心啦。总结来讲，就是你们今年呈现出一个需要智慧和坚强防守的一种状态。然后我还想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这次12组中有很多组都显示在财务上要选择一种保守的态度，所以我觉得我怀疑今年可能会有很多营销号或者所谓的专家就是出来引导大家说要做一些投资之类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财务上做出明智的选择，因为你今年就是会面对到很多的选择。 OK， 加油，我祝福你们，下次再见。欢迎最后一组选择秦可卿的朋友们，这一组的朋友感觉应该不会很多，因为我没有感觉到很强的连结。然后抽到这组的人，我个人感觉大多数应该是 ENTP、ENFP、INTP 和 INFP， 有点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秦可卿的性格感觉跟这几个性格好像没有那么强的关联性，所以可能大家就是喜欢秦可卿的这种温柔，或者说喜欢他这种就是务实的一种态度吧。总之言归正传，
你们今年在财务上的话，第一张是钱币侍者逆位，这个一般表示的是说你们今年的财务状况要到下半年才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然后呢，我觉得你们大部分人应该也比较缺乏就是理财的一种成熟度，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年可能会遇到一些启动新的项目或者计划的一种挑战，然后呢，你们会需要有更多的准备和策略，才能保证说你们的这些项目接下来是往好的地方发展这样子。钱币3呢，也是暗示是说你们在合作项目或者说团队工作中会遇到一些挑战，可能会需要你们重新评估和调整你们的合作策略。所以我觉得主旋律就是你们今年的大部分人会有新计划，一些新项目，或者说一些新的投资计划，但是呢，请注意去评估，还有就是调整你们的一些策略，尤其是与人合作的方面。不过呢，最终的话，权杖4正位就是代表你们总体就是今年是很稳定的，然后呢，你们的财务状况是让你们很有安全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就已经很好了嘛，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呢，在最后我就是想要特别提醒一下，今天12组中有很多组都显示在财务上要保守，所以我怀疑在龙年可能有很多营销号之类的会引诱大家去做一些投资，也有可能是你今年有很多项目的选项去选，但是不一定都是好的，你要去做一些甄别，然后就是对，请大家一定要在财务上做出明智的选择。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